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乐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他有多喜欢我。给大家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布丁和鱼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杏仁豆腐和狗狗的卡牌，第3个选项是咖啡果冻和骑士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片或是一种甜点。如果有2个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两边都听听看哦。那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选择布丁和鱼卡牌的朋友，你心中的他有多喜欢你呢？我们来看看吧。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整个牌很难抽啊，可能因为湿气很重吧，所以有点不好抽牌，大家要稍微等我一下哦，有点缓慢。
底牌也看一下好了。OK， 好，那我们来讲解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哦，你们两个人之间哦，我先从他的眼里跟他的心里去讲，他现在到底有多喜欢你好了。其实我会觉得啊，他非常喜欢你耶，就他非常非常喜欢你。可是我不知道他之前可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就是我觉得他的心里跟他的眼里都出现很极端、很矛盾的牌。我一开始出到这张的时候，然后我想说，那我出个补充牌。第二张出现这一张魔杖4，然后心里呢，一开始是出现这张钱币5，之后呢，又出现这个魔杖骑士，所以我觉得他整体人是有点矛盾的。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对于你这个人，他的感情是一个有点复杂而且有点极端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猜测他可能之前有受过什么比较大的伤害，或者是他的原生家庭可能有什么状况，让他不太相信感情，或者是说，可能他觉得，可能就是例如说，就是经典台词，就反正男生都是那样，或是女生都是那样这样子。那而且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哦，就是他现在面对你的一个态度，跟你面对他一个态度哦。他面对你的一个态度，就是我觉得是比较轻浮的，或是一个比较，例如说可能就是吃喝玩乐找你啦，那或者是好玩，然后聊天或什么就找你，就是你会觉得他没有很正经。然后如果有人问你说，哦，就他是不是喜欢你或什么的，你可能会跟那人讲说，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喜欢我吧，就是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就是感觉浮动，就浮浮的，而且不会是那种感觉跟你很认真的一个状况。可是他内心，他其实是有把自己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这个部分给把自己的眼睛跟自己的手脚绑住，就是他装作不喜欢你，他装作他没有那么喜欢你，就是他有点骗自己说，反正你就是他的吃喝玩乐的一个朋友，或者就是只是一个你知道，就是我也怕会被黄标OK， 就是他会，因为我们的 key card 是鱼嘛，那鱼基本上它就是比较会有就是鱼水之欢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啦。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例如说，可能你们只是某些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会因为某些欲念，然后两个人比较互相彼此吸引这样子。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是骗自己说，没有，我没有想要跟他真的在一起，我没有想要跟他，付出什么真感情，没有，他一直觉得，就是他一直骗自己没有，然后他会表现出来就是比较轻浮，或者是你会觉得好像，好 ，OK， 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关系，那。我会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哦，其实会让你有点蛮生气的，就是你会不懂他到底是喜不喜欢你，因为他应该说他连自己都不懂他自己的心哦。那所以我会觉得你有时候可能，我觉得你现在哦对他的一个
感觉就是可能比较刺一点，然后比较尖锐一点，然后或者是说你会把自己往理性面拉，就是我不要再被他那么的牵动情绪了，你不允许你自己再这么的去在乎他。所以我觉得你其实现在有点面临到有点想要切割的一个状态。OK， 可是我们再往他的内心一层，往他的心里面挖哦，我会觉得他其实对你是充满着一种，我可以跟你说，他对你是很有热情的，他其实喜欢你的。我在这边甚至可以宣布，就是我觉得他喜欢你的程度我觉得至少有85%以上，就满分100，大概85到89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其实这魔杖骑士它本身其实就会有一点，就是对于你基本上他是有欲望的，他想要把你给拿到手的。可是哦，这张钱币我会有2种状况，一种呢就是我觉得他内心会觉得很害怕，就他会不知道如果他打开这个窗，敲开这个门，他会面临什么，他自己非常害怕，就是他内心在瑟瑟发抖。就我会觉得他很喜欢你，可是他又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那可是啊，因为钱币5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算感情的时候，就是他会觉得你在某一些点上真的非常懂他，是别人没有的。然后他会觉得某一些部分是心灵相通的，就例如说可能同时喜欢一个音乐啦，或是同个时间在吃某个零食啊或什么的，就是你们会有很多那种心有灵犀的部分，这个东西对他来讲非常难以抗拒，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去承认，所以我在猜应该他本身是一个之前可能真的有受过伤，或者是有过一些什么的人，所以他会逼迫自己不要去相信他自己是喜欢你。OK， 好，那这张牌是你们当初就是我觉得你们2个人连结最重要的一个姻缘哦。我会觉得你们2个彼此非常珍惜对方，即便他是一个比较你知道，就是可能有时候疯疯的啦，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很爱就是跟你讲一些就是废话呀，就是就故意跟你扯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或者是就是你看他那种感觉就没个定性这样子哦，轻浮的感觉。那或者是就是你们2个每次出去都只是就是一起出去玩，然后吃喝玩乐。可是啊，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在某一种层面上而言，你知道他是重视你的，他也知道你是重视他的，这一点他其实有感受到，的。而且我觉得我会比较觉得，就是你的存在对他而言是一个救赎，就像捧在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宝物，就对他而言你是一个宝物，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样讲可能有点过头，但是就他活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或者是每次可能他就是很绝望或是很不开心或什么时候，可能你就是他的解药这样子。OK，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会让
你们两个之间会比较感情会变好，或是比较能够让他坦诚，或者是说能够就是加快你们两个的感情的速度哦。这3张，我们先来看第1张哦。第1张它是宝剑6，就是每次都说那个见证的牌。那我会觉得你要等他自己度过这个试炼这个难关呢。我会觉得他这个东西应该是他自己的心魔。这个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帮他太多。其实一个人的身心灵的成长哦，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啦。有时候旁边人再怎么拉，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用。应该说，我觉得你自己本身，你这个人，你本身存在，对他而言，就已经是一个很耀眼的光芒了。对他来讲，就是像黑暗中的灯塔了。就只要你在，对他来讲就很好了。然后另外我们出现这2张牌哦，我觉得还蛮耐人寻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你现在态度是有点，就是你已经有点快受不了了。然后这个牌出现建议的牌是倒着的圣杯随从，我就会觉得你其实我在想啊，会出现这张牌之前的你应该对他超级好，你应该对他付出超级多。而且我觉得你就是带给他快乐，那而且是很纯粹的那一种。可是我会觉得你自己要稍微收敛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真的付出太多了，对方其实真的会觉得不怎么珍惜。就是你的存在本身已经很 OK， 就是对他来讲很温暖，可是如果多了，就真的会变爸爸妈妈，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付出很多的人，容易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想要给的人，那我觉得你应该要收一下哦。OK，那再来就是这张牌很妙哦，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你先把它放着，就是你也不要把它丢掉，然后你可以再去找有没有其他你喜欢的人。就是你可以就是你知道骑驴找马，或者是你就先让他自己这段时间你先让他自己度过，然后我不知道有可能就是当你跟别的人比较好，就别的男生女生比较好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觉得吃醋，他同时也有可能会意识到好，他其实内心是非常在乎你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身心灵的成长之旅啊，我觉得可能还要好一段时间，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就是神是告诉你，就是宇宙是告诉你，你先不要在他身上花那么多的心思了。你可能先还是留着他这一条线，可是我觉得你就先去找下一个，或者是先放松一点，让自己有一些机会去认识其他的男生的好朋友也可以，或是女生的好朋友也可以，这样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哦。这2个是你们的未来。
我会认为你们两个人会现在这个关系还是会持续下去，然后我觉得他还是不会把这个喜欢你的心说破，然后我觉得你也不会想要去当那个说破的人，可是你依然是对他非常的好，然后我会觉得你依然是他心里面的那个很重要的、很温暖的存在，所以我会认为你们之后，我觉得你之后的对他而言的那个地位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且是无可取代。可是你们两个之间那个关系不会说破。然后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再次强调，就是因为出现女帝啊，我就有点担心，就是你还是会有点给太多，因为女帝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会付出的一个牌，所以你自己还是要稍微就是收一点啦。就这边可能稍微再提醒一下。那这个圣杯十倒着，我会认为也许他，应该他现在的状况有很多的，有可能很多的原因啦。那其中几个，因为出现圣杯十，我觉得第一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可能是父母离异的，或者是说可能是原生家庭没有这么幸福快乐的，有一些伤害在的，那或是有些缺憾在的。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曾经有跟别人有过完美婚姻的一个梦想，可是他破了，他那个梦想不见了，所以他会变得没有办法去，有点没有办法再相信感情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就是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会觉得他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那种过于认真型的，就是交了女朋友就一定，或是交了男朋友就一定是要结婚那一种，就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就是就是反正交往了就一定要对对方负责到底的那种，不论男女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造成他不想要去承认这段感情，即便他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一个原因，这样子。OK，那我会觉得说，我觉得你在把这一条线放长一点吧，我觉得放长线，看能不能钓到他这只大鱼咯，好吗？那只是他可能还会再花你一些时间，如果你自己觉得可以等，那你就等他。但是等待的期间，请你不要付出过多，不要变成他的妈或他的爸了，好吗？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其实你也可以一边等他，一边也给其他的人一些机会，这样子，因为他这一关不好过，他自己的课题跟你没关系。虽然我觉得你已经有点就是有点烦了，这样子，OK 吗？但我知道其实你们两个彼此是珍惜的哦，珍惜对方这段情谊的，OK。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我来到第二组，选择杏仁豆腐和狗狗卡牌的朋友，你心里的他到底有多喜欢你呢？我们来看一下吧。
底牌看一下。好啦，我们来看吧。这一组的朋友，选到第2组，杏仁豆腐和狗狗卡牌的朋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眼里的你好了。他现在眼里，他现在想说他该怎么面对你，他该怎么把你怎么办，这样子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不知道怎么办，面对你这段关系不知道怎么办。他非常的喜欢你。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今天选的甜，就是都是比较甜的，是吗？所以我会觉得，在他的眼里，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每次我讲到这个女祭司，就讲到白月光，就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聪明，然后谨慎，而且就是有纪律，就是把自己给管理得很好，然后，就是会体贴别人的一个女生。你可能是，例如说可能教职人员哦，或者是比较从事文艺工作的一个人啦，这样子。那但是这张牌其实出现在他的眼里，就代表说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很赞、很棒的一个人，然后他很喜欢你，可是他对于你的感觉是没有那种就是邪恶想法的。然后这张钱币7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怎么办，就是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感情，该怎么处理这样子。他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再往他的心里面挖哦，我觉得他其实面对你会有一种压力，就是他的压力来自于，我觉得是来自于他喜欢你，他会有点觉得，有几种可能，一种就是你可能真的是有点就是高不可攀的存在，那他要去追你，他会觉得自己不够格，然后或者是会觉得说他不能去玷污你的这个完美，这个美好这样子，就他不想要让你有任何的缺失，或者是损失，或者是在你的例如说可能职业生涯上面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污点，他不允许，但他很喜欢你，所以这个是他现在面对你的态度，所以我会觉得他现在面对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然后也没有说很积极的去约你，或者是很积极的去想要跟你聊天或什么的，就是可能会聊，或者是有时候会传个讯息，但是并不是就是很热络的，或是很积极的这种感觉哦。那再来就是你这边的话，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因为他那边没有特别的动作，所以我会觉得你只是隐约的有点察觉到，好像有点他对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是哪一种好，你自己其实不太确定。因为如果假设如果你是一个老师，或者是假设对，还有医生哦，就是如果你是个医师，你是个老师，然后对，那对于你而言，就是如果你知道他喜欢你，你确定他喜欢你，那你自己肯定也会有点压力。所以你现在目前就是有点就是装作不知道，然后有点就是每天日子照过，但是就是
隐约的觉得有点什么这样子。OK 吼，好。那我会觉得其实你自己有一点察觉啦。然后他也是想行动，可是却又不就是有点就是踌躇不前的一个状态在这里，他卡在这里，然后你就装傻在这里，这样 OK 哦，好。那你们两个之间哦，我会觉得你们两个，是会给彼此一些，就是你们两个目前你们两个感情上最大的连接，就是我会觉得是，引领他在这个黑暗中的一个明灯，然后你会觉得可以从对方的光芒里面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例如说一些可能自己擅长的领域，或者是自己知道的领域，你们可能会彼此交流，那或者是会给对方一些建议什么的，然后会有很多的一些灵感来自于对方。那同时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自己内心觉得很黑暗的时候，对方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灯的感觉。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那该怎么做才会让你们的感情比较稍微 push 快一点？我会觉得我觉得你就不要太想太多，因为这张是 The Fool，就是愚者的话你就有什么就去做什么吧。就是如果我觉得你就是敞开你的心，然后真诚的去面对他。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你有时候哦，就不要太把自己 hold 得太好，但也不是叫你要暴走哦。我觉得你就是稍微在某些时刻，或是在某一些 timing，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你自己，你可以稍微让自己的那个取得平衡的部分去释放、去放掉一些、去解放一些这样子。OK，好，所以从这边看，我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蛮 ㄍㄧng 的人，是吗？就是可能你会比较谨慎，谨小慎微一点这样子。没有不好啦，就只是说，有时候太把自己 hold 住了，其实感情会进展真的是比较慢一点。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宝剑 S，其实我真的会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会有点，说不定啦，说不定哦，就有点极端，就是可能，例如说，可能普世上面不太可能够被接受的一个感情关系哦，就例如说，这人就是假设啦，假设哦，真的很假设，就是医生跟病患哦，或者是就是老师跟学生。我会觉得你自己会认为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的，或是有一些你可能你知道世俗上是不行的，你会想要把它斩断。但我会觉得，其实你不要，如果你喜欢他，你也喜欢他，其实的话，那我觉得你不要把他就不要给他切断，不要把这个缘分给切断。但是也没有要你现在就把它就是接受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决断或是有些话不要讲得太死，然后有些决断你不要整个就是一刀两断的这种做法。有时候可能就灰色地带一点，好吗？灰色地带也是 OK 的哦，好吗？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未来。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他还是会动不动来撩拨你的心诶。这个宝剑五，我会觉得他动不动就是来撩拨你的心，然后你还是会尽量维持你的一个形象跟你的你坚持的一个你要的一个样貌这样子哦，或是偶包吗这样子，我觉得你还是会维持一个美好的形象，然后他还是会动不动就是来撩你一下，或者是你有时候就是听到他一两句话，你会突然之间内心会内心就会觉得开心一下，或是觉得他讲这个话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意思，我就是会被撩到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之后的关系应该会稍微再更放开一些，因为我觉得宝剑五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会动不动就是还是会出击的就是还是会来逗你啊，或者是来撩你这样子，但是你还是会一本正经的感觉，比较倾向这样子。但我觉得你内心是有一点就是小鹿乱撞，或是有点不知所措的部分在。然后然后就叠对叠啊，然后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可是又不敢想太多这样子。那这一张底牌其实也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一时半会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有决断啦。但我会觉得他喜欢你的程度大概95%哦，很高，对，95%有，那我觉得你们两个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他的话，那你就稍微多放开一下你的偶包吧，就是放开你的完美形象，有时候啊，不是全部，就偶尔稍微稍微示弱一下，或是偶尔就是也是去依赖他看看，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不用表现的这么的完美，这样子，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应该就会再进展的快一点。那他有多喜欢你呢？他非常非常喜欢你，而且我觉得他会把你当成像是偶像就是自己很推的一个人那种感觉就是偶像的感觉。然后可他内心非常的煎熬，就是我不应该要去玷污我的偶像这样子。对啊，有可能是偶像，就是你自己如果在经营一些社群媒体或什么的，也许你自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高岭之花这样子，那对于他而言就这个压力就更大了，就一样是可以成立的。OK， 好，今天我们选择第2个选项的朋友，我们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我们来看第3组，选择咖啡果冻和骑士卡牌的朋友，他到底有多喜欢你呢？来看看哦。
OK，我们开始来讲解第3组。这一组的情况哦，它会比较是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你们其实已经存在于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婚姻里面了。那另外一个是，可能你们是职场上的关系。OK，那我一个个就分开来讲。我先来讲，如果是你们是已经是在一段关系，或者是已经是婚姻结婚的2个人的话，我会觉得你会可能因为你们相处可能很久了，就是在一起在很久了，所以你现在会有点焦躁，就是失去平衡，然后焦躁想说，是不是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每天沟通不够多，然后你会觉得2个人的婚姻或是2个人的感情是有点好像失去控制，就不是那么的顺，然后你就开始有点在怀疑这段婚姻这段感情这样子。那又再加上对方他的一个态度就有点比较像是好像每天就是例行公事，然后每天就是只是感觉他就只是对这个家庭或是对这段感情这是个责任，而不是一个热情浪漫或者是一个激情这样子。可是你们2个人啊的维持，你们2个人维持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或感情，其实最大的要素是，我觉得你们其实从他的眼里心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会觉得，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你们2个会觉得你们2个是有把这个家，或是你们2个的一个关系处理得很不错的，合作得很不错，就是你们2个一起共同管理，共同的把这个地方就是弄得很好。那他心里先看他的眼里好了，他眼里对你是完全就是超级完全放心。他觉得你就是很会持家啦，然后很会照顾体贴，然后又很踏实，不会乱买东西，或者是不会就是情绪也不会波动太大，那也不会就是动不动就哭啊，或动不动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对他而言看起来就是一个 OK，你是有在好好做事，而且是踏实的。然后把很多的事情都处理得完美的一个人。好，那而且在更往心里面去深挖的话，他也还是觉得你是跟他超级合作的超级好，就是你们2个人可能就是合作无间这样子。就是在可能处理家事上面啊，或者是可能就是例如说可能在分工上面就是你们都合作得非常好这样子。可是啊，来，我一定要解除你的忧虑。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恶魔还是存在的耶。又出现恶魔了，对，就是六花最喜欢的感情恶魔，就是他对你还是很有欲望，你对他还是非常有吸引力跟魅力的，你不要担心好不好？只是他的表现可能比较寡淡一点，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让你们2个会比较可能例如说可能关系会重燃热情，重新把浪漫找回来。就是第一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不要就是只扮演家庭或是已经不要只是老夫老妻的一个状态。你们要多多的先把自己给整理，就是你们可能有多久没有为对方打扮啦？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是男人女人，就是你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为对方精心打扮自己，或是
为了对方锻炼自己的身材，是不是？好，那我觉得需要，好不好？就是内在外在的磨练，然后再来就特别，我觉得是外在，就是你要去做一点努力，去把对方给拉回来，那个热情跟浪漫给拉回来。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偶尔可以送一些东西给对方啦，好吗？那你们两个之后的状况，我觉得你们两个之后就是应该会稍微燃起一点点之前的浪漫，但是要说就是多么的甜蜜啊，多么的甜啊，是没有啦。但是我觉得会稍微再重新找回来当初的一点点浪漫，然后或者是你们可能会共同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是共同的要例如说开创新的事业啦，或是有一个新的东西会出现。好，那我觉得你们可以从中再多一点的连结，这样子。嗯，那再来就是，这个骑士，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们可能要多一起出去玩，就是例如说出去兜风，或者是说，就是你们应该也，我觉得你们就是好好的找一个机会，就是去约会，然后而且是真的要行动啦，好不好？他出现这张就代表可能你没有什么行动力。OK，那再来就是这边的钱币二，就是我们底牌的钱币二，你要去调整平衡，就是说不要，就是不要就是都放弃掉自己的外表啊，就是例如说，没关系啊，吃多一点啊，长个痘子啊，胖一点也无所谓啦，或者说你多久没有穿的美美的给对方看啊，或是你多久没有穿的很帅给对方看啊？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平衡。当然，我觉得你们可能有自己的事情很忙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平衡，就是不要只是扮演对方的家人，只顾家里，然后原本自己身为男人女人的那个部分就丢掉了，我觉得那是不对的。OK，就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好吗？把自己的最好的那个状态给找回来。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讲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如果它是一个职场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们两个可能是例如说，是客户或者是合作伙伴、同事之类的，那你可能会觉得他的表现上就是工作、工作、工作，然后工作伙伴的一个感觉。但如果是这样子情况下，我会觉得你其实蛮喜欢他的。而且我觉得你会为了他把很多的事情替他 handle 得很好，替他把很多的计划或很多细节给处理很好，所以他会觉得眼里的你就是把事情交给你就对了，你可以把他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很好，然后再来就是他也会觉得就是跟你合作起来非常的愉快，而且就是合作无间这样子。然后可以就是创造一个很稳定，然后一个非常和谐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就例如说，可能一起工作的内容会让你们觉得就是办得很成功这样子。那再来，可是啊，你看哦，他心里深处其实是有恶魔的，你在他的眼里是有魅力的哦。而且就是异性哦，不知道就是对于不管是异性或同性啦，就是对于对方而言，你是充满着魅力的。OK，好，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们两个变得更好呢？就是感情变好，或是例如说可能可以有
进展快一点感情这样子。那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们出去不要都就是团体，就不要都很多人啦，看能不能就是比较少的人，或者是真的就是2个试着约出去喝个咖啡之类的，或者是出去吃个饭之类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有出现这个的话，就是魔杖5的话，我会觉得你可能要 fight，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还蛮多人喜欢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就是代表你要去跟别人争，你去跟别人争，你要卷起袖子把他抢过来。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送他一些东西，小东西这样子，送他一些东西。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们之后会开始真的会有一点什么，会有，因为这个其实就是魔杖水桶，就是它其实它的那个魔杖是会开始发一点芽的。你看后面这个其实我有点密集恐惧，可是这就是你知道就是叶子是发芽这样子。所以你们之后应该会有一些什么开始，但是还不到就是很明显2个在交往，不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热情，有一些什么新的爱情，或者是可能新的热情发芽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你们是职场上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你们2个在处理，就是你在处理你们2个的关系的时候，你还是要稍微知道分寸，就不能够乱了分寸啦，这样子。记得分寸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你就是可以展开一些行动去争取它，可以吗？ OK， 好，那选择第3组咖啡果冻和骑士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今天3个选项导读全部都结束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留言跟我说你们的感情故事哦。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